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们在今年最大的成就或者获得的突破有哪些？那么在这组牌里边，我会在事业上和感情上去做出一个解读。那在我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的这张战车牌啊，我觉得今年的核心的一个指引就是，其实，今年是高歌猛进的一年。战车代表的是拥有强大的意志力和目标感，也就是说，今年你们会找到自己真正的方向，并且你们会知道如何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上去发力啊。我觉得你们之前的一个困扰在于，你们一直处在一种有心无力的状态里边，就是你们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但是可能你们没有办法去把这件事情落地。那么战车牌就是你们很明确在2025年能够把你们内心当中的目标和计划去落地，进入到一个高速推进的阶段。这其实代表的是你们之前已经在不断的尝试了啊，在不断的试错去整合自己的资源，夯实基础。所以2025年的这种高歌猛进，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而且战车的话，就是你们会依靠自身的能力去打破某种被垄断的优势，或者说信息茧房，能够让你们有机会接触到你们之前所接触不到的资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需要注意这种信息的甄别啊，不要让过多杂乱无章的信息干扰你们原有的方针或者说目标。那么逆位的宝剑五啊，你们需要注意的其实是，或者说你们要警惕啊，这种人际关系上的纠纷，或者说过于混乱的关系会消耗你们的精力啊。所以说这个人际关系呢，我觉得可能你们需要做减法了。你们的这种人际关系过多的消耗了你们的精力了。而且呢，逆位的宝剑五的话，加上战车牌啊，战车就是你们有很强的这种胜负欲，所以说呢，我觉得你们在今年不要过度的执着于赢过他人这件事情，而陷入到无意义的争斗或者说内耗当中，不要横向的比较啊，因为你们在不同的领域有着自己的人生节奏，你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节奏，而不要陷入到这种无意义的这种纷争当中。所以说这张牌其实是你们在今年的这种潜在的发展阻碍，就是你们太想赢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输。不要把关注点放在赢和输上面，而要放在你们在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得到成长。那么星币侍卫呢，我觉得今年的突破的话，或者说隐藏的机会在于你们一直在深耕的这个领域啊，今年会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能够让你们有契机去展示你们在这个领域当中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且呢，这张牌也对应到你们今年的话，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自己的爱好，或者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它是一个更加纯粹的状态。而且这张牌我的感觉就是，有一些预期当中的事情会比你们预判的更早的到来，因为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自己的节奏。并且呢，这个星际侍卫，我觉得今年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吧，就是你们单打独斗、独立的去工作，可能比依赖团队更容易出结果。而且在这组牌里边，感情你们的感情也是有突破的，因为抽到了一张权杖骑士啊，火象的能量，很强的火象能量。这意味的是你们在感情的突破，可能是你们今年会更加大胆、主动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我觉得这种更坦荡的心态啊，让自己活在阳光下，活在坦荡和赤诚里，看见的都是真心，接受的都是爱啊。感情上的突破就是你们会更多的打直球，不会藏着掖着，不会内耗，喜欢就说出来。因为这组牌里边这个桃花或者说心仪的人出现的时机，因为它是火象能量，所以说它大概率是在夏季一个最炎热的阶段当中，也象征的是这段感情会非常的热烈，两个人的进展极其的快速猛烈，或者说这种好感或者说这种爱它是无法被隐藏的。而且这个人也携带着这种很强的火象能量啊，狮子、白羊、射手极具戏剧的张力，就是你们认识的过程可能非常的戏剧。
并且这个人极具冒险精神，可能会带你们体验一些你们未曾体验过、经历过的事情，而且他从事的是这种艺术创作、运动竞技或者说自由职业，生活方式不拘一格，很自由、很洒脱。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的这种自由的能量吸引到了你们。而且这段关系你们要注意啊，就是这段关系的初期，你们两个人被彼此身上的特质互相吸引，但是呢，可能会存在一些价值观上的冲突，或者说竞争性的张力。因为你们两个人彼此都是那种占有欲很强的类型，但是这段关系一定会让你们释放出那种被压抑的生命力。你们在遇到这个人之前，感觉自己的生命就像行尸走肉一样，但是这个人会点燃你们，点燃那种被压抑的能量啊！这种能量一旦爆发，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你们找到了一个爱的人，更重要的是你们会重新找到自己，找到自己为什么而活，找到自我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真正的渴望。那么权杖二这张牌呢，我觉得今年的话，你们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吧，它更像是一种觉醒的时刻，就是你们在经历生活的过程当中，又能够把自己抽离出来，不会让经历的这种人和事影响到你们。你们有这种把自己抽离出来的能力，能够以一种第三视角去观察你们所经历的一切。有这么的一种理论叫车窗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你们透过车窗看到的风景会更加的美丽，因为车窗本身会让你们把你们和这个世界隔离开来，你们处于一种抽离的关键状态你们既介入也在不停的离开，觉得忧愁又十分的美好。我觉得今年你们更多的是以这样的一种状态去经历所以说你们既会和你们经历的一切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又同时你们经历的这个事情又会带给你们成长。那么圣杯骑士呢，我觉得对应到你们今年会获得一种外在的助力，它是和水象能量的这个圣杯骑士有关的，就是会遇到一个经验丰富的贵人，对方非常擅长于觉察这种情绪的这样的一种细微的变化而且呢我觉得他也很擅长于人际关系的协调所以对方大概率是一个水瓶座或者是双鱼座的这样的一个贵人他们在情绪的管理、人际关系的协调、引导你们内在的能量流动上面会提供很大的帮助就像是一个情感导师一样，你们会通过和他的对话而豁然开朗，而且对方可能还会成为一个关键的人脉，能够引导你们，帮你们打入到一个新的组织和团体当中那么这个圣杯8的话，我觉得今年要做的一个内在的功课呢，可能就是不要有过度的自我反思因为这种你们的有的时候这种反思会过度，它反而会让你们变得畏首畏尾。过度的自我反思会阻碍行动，你们需要的其实不是更多的分析，而是带着现有的认知去勇敢的试错。因为有的时候错过比做错其实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深思熟虑之后反而不会行动了，你们要适时的走出安全区，在实践当中校准方向在试错当中得到成长，比你们等待一个完美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要更加的有效那么这张愚人牌呢，我觉得就是在今年你们会有一个尝试跨界的这么一个尝试吧，就是把两个领域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个跨界或者说整合的资源会给你们带来惊喜，也就是说鼓励你们尝试新的领域以一个初学者的心态去探索看似冒险的选择反而能够激活创造力，而且在今年我觉得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应该是在你们在一件事情上，或者说在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当中经历了3到6个月的磨合之后，会找到一个正确的节奏。而且我们还抽到了这张世界牌这个世界牌它是一个逆位的世界牌，逆位的世界牌呢，它代表的是今年是构建事业拼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可能离真正的圆满和突破还差最后一步。所以说今年的话你们会做完大部分的工作，到2026年的话会真正迎来一个大圆满的收获。但是今年也是事业成就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你们会完成一个关键性的环节，这个关键性的环节完成之后，后面就是一马平川了。所以说这张牌提醒你们要享受整个过程，但是不要过于执着于终点，就是你们
25年就是在今年，每一个小的成就都是在靠近那个终极的目标，所以整组牌来看，今年是你们野心落地的关键的一年，就是你们完成了一个很关键的环节，承上启下。而且今年的话，我觉得从这组牌来看，你们一定要建立一种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要客观的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长项，才能够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因为在社会当中，你们的人生事业发展的上限并不是由你们的短板决定的，而是由你们的长板决定的。就一定要把自己的长板带来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你们的短板可以通过一定的合作来互补，来弥补劣势。所以说不要在不擅长的东西上浪费时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那么在第二组牌里边呢，关于你们今年的突破和成长，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类似于平静湖水当中暗流涌动的能量。就整组牌看起来其实是波澜不惊的，但是有某种能量在悄悄地推动着你们发生改变啊。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们其实是能够感受到这种能量的涌动的，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你们需要注意的是啊，要避免一种内卷式的竞争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一方面是同质化的竞争，就是别人都去做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反而不能够发挥出你们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并且这种内卷式的竞争可能还会涉及到这种职场上的竞争，或者说社交压力啊。但是我觉得这组牌你们需要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真正你们今年的突破和成就的答案，其实是隐藏在那些静止的时刻当中的。就是如果你们一直在不停的做，不停的行动，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观察到事物发展的真正的方向，或者说没有办法观察到本质的。只有当你们停下来，放下你们手中的事情，让自己真正的平静下来，你们才能够看清楚接下来要走的路啊。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年的这种重大的突破和成就之前，你们一定会有一个时间去给自己的人生留出一个空白的阶段，放空自己。这个时候你们才能够真正的看清你们接下来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今年可能就是这张权杖五啊，会不断的有人在催促你们，让你们快速的做决策，让你们迫于一种环境的压力，不得不做出某种决定和改变的时候啊，一定要警惕，就千万不要为了改变而改变，也千万不要受到这种外部环境的人际关系的压力而做出一个决定啊。不是因为别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们也要去做。你们一定要问一下你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遵从你们内心的声音的感受。而且这组牌的话，我觉得这个权杖五的话，也对应到你们在今年事业上的发展，很有可能会和这种打破僵化的职场规则，推翻某种传统的流程，甚至可能会和这种挑战上级的决策有关。就是说你们可能会人为的制造一些混乱，但是在制造的这种混沌和混乱当中，你们会找到那种对自己有利的部分，然后放大这种优势。所以在今年你们的突破和成就很有可能是你们会建立一种属于自己个人领导风格的时刻，就像这张皇帝牌一样。这种个人的风格、个人领导的能力的这种建立啊，不是说模仿权威，而是说你们就会成为权威本身。你们会在一个领域当中成为一个规则的革新者，自己建立或者说创造一套规则。你们不再是一个跟随者，而会成为皇帝，就成为一个主导者。那么星币一它代表的是一种资源的整合和合作。星币六啊，它代表的是某种隐藏的资源会被你们发掘。其实这两张牌都暗示着一种资源的整合，或者说跨领域的合作。一个团队当中可能会出现技术创意和执行力的完美组合，而这个可能是由你们牵头去牵线搭桥完成的一种合作。就你们的工作可能是需要把大量的沟通协同，比如说产品研发、活动策划，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担任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性的角色。所以说皇帝牌就是你们在今年的突破和成就，我觉得都依赖于你们会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会成为一个主导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自己的命运。你们会主动的创造自己的命运，你们会主动的去引导事情的发生，而不是被动的等待着机会的到来。而且这张牌也暗示着你们会遇到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竞争对手或者说项目，它会反过来激发出你们自身的那种强大的欲望啊。而且呢，皇帝牌的话就预示着你们会在一种谈判当中，或者说危机处理当中，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超乎预期的专业度和强大的心态。就你们会妥善的去处理一个危机事件，从而赢得你们在职业发展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筹码，并且在这个危机当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获得别人的认可。那么宝剑4这张牌啊，我觉得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内在某种沉睡的东西正在苏醒，这提醒着你们，可能你们自身的这种自我意识在觉醒，你们会重新评估手头的资源，会发现自身的某种被低估的技能，或者说某种被忽视掉的人脉和资源，通过重组现有的资源，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商业价值。我觉得这组牌还在提醒你们做一件事情啊，就是一定要警惕某种攀附式的成长。这种攀附式的成长是你们过度的和别人并进行比较，从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优势，并且一定要摆脱对于一个平台、一个体系，甚至是对于某个特定的人的依赖。你们一定要实现一种内生式的增长，就是能够不依靠平台或者说体系，你们可以自己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是自成一派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这组牌里边，我觉得今年你们会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独立。而且这组牌的话，我觉得你们突破和成就还是有一个感情线上的波动的。这个感情线同时也和你们的事业是相挂钩的。就这个人的出现呢，不仅会给你们带来一个感情上的滋养，可能还会给你们的事业带来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啊。这个人是具备这种很稳定的土象能量的。他是星币骑士啊，他的这个人的身上有一种气质让你们很着迷，就是拥有一种大地般的可靠和沉稳，给人一种强大的力量感，但是又不露声色。这个人的出现应该是在今年的夏季的收尾阶段到秋天。这个人具有很强烈的土象特质，金牛、处女、摩羯，非常的务实且注重长期的规划。你们可能会通过这种工作学习的场合结识，并且这个人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这种关系的发展比较缓慢，但是会非常的稳定啊！你们会被这个人的这种性格所折服，就是他任何时候都是平静如水的，胸有惊雷，但是面如平湖。你们会和这个人建立一种比较长期的合作吧，他就像一个灯塔一样，能够引领着你们往前走。那我们抽到的这张隐士牌啊，它有一点像是这种孤勇者的高光时刻，就是在今年的中旬，你们独自深入研究的某种课题，负责的某个非常机密的项目，在这种孤独时期淬炼出的一种专业的深度和你们的这种气质，最终产出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可能会涉及到一个独创的某种方法论、行业的白皮书，或者说甚至可能是某种专利，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它代表的是今年会有一些能够让众人对你们刮目相看的作品会出现，而且可能会在今年的中旬出炉啊。你们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种作品的发表，这种成果而一鸣惊人。所以说在这之前，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个生命的至暗时刻啊，这个命运之轮啊，这个命运的反转可能就在一瞬之间，就是你们熬过了、穿越了这种迷失和混沌之后，整个的人生开始往上走。所以说2025年它是先抑后扬，就任何人经历过这种至暗时刻之后，这种生命的能量整体就会提高一个维度，变得更稳定、更笃定、更自信。所以说抽到的命运之轮，我觉得你们的命运啊，它是会在一瞬间反转的。你们将会成为一匹黑马，尤其是在别人都不看好你们的时候。这意味的是某种看似对你们不利的行业变动、政策的调整、市场的震荡，或者说企业内部的改革，反而会成为你们的跳板和机会啊。今年的话，你们要就是说
可能拥有某个瞬间能够让你们快速的调整方向，变革当中抓住机遇。今年最大的成就可能就诞生于当别人都在逃离、被动做出改变的时候，你们早已经做好准备啊，具有某种先发优势啊，提前的入场啊，在这之前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个和整个市场相反的决定啊，逆流而上的感觉。因为你们是一个革新者，能够提前看到事物发展的趋势，并且提前布局。那么这张权杖一呢，我觉得是一整年的努力啊，会在今年的第4季度完成一种生态的完美的收尾或者说闭含。它可能是代表的是一个成功的合作，或者说构建起一套自循环的商业体系。而且这张命运之轮呢，我觉得它是有这个周期性的启示的，就是你们的事业、人际关系都会有一个深度的清理和重启，可能在今年会剥离原有的身份，然后在新的身份上找到可能性啊。我觉得这组牌你们需要注意的是，可能是我觉得这种内耗吧，权杖五它不仅是外部环境的消耗，还有一种内耗。这种内耗呢，不容易被觉察到，它是一种过度积极性所带来的内耗。这种过度积极性是以自我提升的名义让自己来学习，或者说吸收大量和自己的人生规划的路线不相关的内容，以此来缓解你们内心的焦虑。所以这组牌告诉你们啊，不要为了学习而学习，你们的学习一定要为了某种目的而服务，这样才能够保证你们接下来的人生是聚焦在某个特定的方向上的。这组牌你们在做任何的决定和投入之前，一定要思考它是不是和你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人生的方向相挂钩，保持高度的聚焦在对你们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啊。第3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太阳的逆位啊，我觉得这张牌暗示着你们今年，可能会找回一种内在的如孩童般纯粹的热爱啊，这是一种在长途跋涉之后返璞归真的感觉啊，就是你们今年，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可能是你们会学会做减法，就之前你们一直在做加法的，但今年你们会回归到一种最简单的状态里边去做你们喜欢的事情。所以2025年其实最大的成就和突破是你们不会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了，也不会再被世俗的一些东西所裹挟，你们就仅仅在做你们想做的事情，按照你们的方式自由的生活。当然逆位的太阳可能你们会有一些计划因为过度乐观而遭遇到延迟，但是我觉得这种延迟呢，它就会像弹簧一样被压缩到极致之后，会有一个更大的反弹，就是某个结果它可能会延迟到来，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回馈会远超你们的预期。而且女皇牌它有一种非常充沛的能量即将爆发，就对应到2025年你们会有一些能够快速推进的事情，突如其来的机遇。它还会涉及到这种信息的高效传递，就是说你们能够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一些商机，或者说看到一些被忽略掉的这种细分领域啊，整个人会变得更加有一种怎么说呢，富贵的气场吧。这种气场或者说气质能够让你们更容易说服别人，或者说更有威信。所以这张牌呢，对应的是你们整个人的2025年的气质、人格魅力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啊，整个人的整体形象、穿搭，包括你们的面相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会利用这种人格魅力帮你们快速达成一些事情的目的。而且女皇牌可能暗示着2025年有一个家族的女性长辈助你们一臂之力，帮助你们，给你们提供这种各种帮助啊，会有一个女性贵人来协助你们的感觉。当然女皇牌我觉得你们要注意啊，可能会因为自己过于感性而导致自己的能量被这种人际关系过度的消耗，需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边界。因为当你们缺乏边界感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过度的吸收、过多的付出，想象力过于跳跃，注意力不集中啊，也是因为这种天生的共情能力，你们常常会把别人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把别人的情绪吸收进来，从而造成一种强烈的情绪波动啊。所以我觉得皇后牌你们应该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如何爱自己身上吧。我觉得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皇后牌一定是以你们自己为标准的。
以你们自己的感受为标准。那宝剑六的话，我觉得它有一种穿越迷雾的感觉啊，这张牌。就是说2025年对你们来说最大的好消息就是之前笼罩在迷雾之中的未来会变得清晰起来，或者说你们最近会穿越这种迷雾，通过理性的分析解决某种遗留的问题啊。其实这张牌有一种拨云见雾的感觉，可能还会涉及到这种法律文书、学业进修、思维模式的升级。你们在人生的选择当中呢，宝剑六其实也暗示着你们会选择那条更为艰难的道路，但是你们不会后悔啊，因为当你们未来站在人生巅峰，回首你们过去就在当下做出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当下来看可能充满荆棘，但是未来当你们回首过去的路的时候那条路早已鲜花盛开。所以说宝剑六其实就是一种隐喻，你们会选择那条更难的道路，并且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路它同时也是一种勇气的赞歌，你们会选择未知，选择突破自己的恐惧，但是这个选择是遵从了你们内心的声音的。那么这张隐士牌，其实我看到的是你们拥有一个不屈又孤独的灵魂我觉得你们今年可能会通过独处，或者说通过某个人的指引，提炼出独属于自己的这种经验体系，可能会完成某种著作、教学项目，或者说成为某个领域的意见领袖。那隐士牌这张牌就是孤独会淬炼你们孤独也是抵达深刻的必经之路，你们会提着灯在黑暗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种隐喻就是你们最终会穿越逆境，直抵繁星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张牌也告诉你们，2025年它必然会伴随着某种梦想的实现。那么毫无疑问，你们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当然这个过程它并不轻松因为它伴随着大量的思索，而这种思索又是无比沉重的。那么在这组牌里面呢，其实我还能够看到的是今年可能会有一个感情上的突破吧，因为我们抽到了一张 Lovers 爱人牌，还有一张是圣杯国王。我觉得这个水象能量很强的圣杯国王呢，它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春天到夏季的这个阶段吧。这种水象能量它是一个看起来外在看起来很温柔，但是内在有一点强势的类型，看似比较随和，但是却隐藏着一种强烈的原则，情感丰富，但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我觉得它能够吸引到你们的一点是能够非常敏锐的觉察到你们情绪的波动而且他的工作可能是你们所向往的，就是有着某种职业光环，比如说和这种艺术相关的音乐、写作、编导，而且对方有着很强的商业策划能力和危机管理能力。对方的话，我觉得他在情感当中会有着比较强的一种控制欲吧，就这段关系，同时他们也会给你们很高的安全感。我觉得，因为水象能量，他的身上有一点神秘感吧，是属于那种吸引力和疏离感并存的类型，而且在这段关系里边可能会有那么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所以说，具备这种复杂特质的桃花，它是有着不同的性格切片的。我觉得你们能够吸引到他的一点就是你们对于感情的这种纯粹和理想主义，往往也能够治愈他们的灵魂所以说，这个人的感情史可能会相对来说复杂一点有着丰富的感情经历，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身上的这种气质和能量对你们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人他是有天蝎和双鱼的能量，所以说可能你们明知道这个人会有一点危险吧，但是呢，你们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被吸引靠过去。我觉得这个人会在你们今年的一个高光点出现，那个时候的你们是非常自信又洒脱的，所以说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虽然说他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但是他同样也渴望被另一半所驯服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这种能量的碰撞，感情很炙热，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事业上都有一定的成就，所以说这段感情它有非常扎实的物质基础你们两个人都属于那种对情绪价值、灵魂共鸣有极高要求的人，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可能是在这种矛盾和价值观的冲突当中得到升级的。那么抽到这张恋人牌呢，我觉得这张牌是这3组牌里边在感情上面这种运势最炙热的一组，就是你们今年遇到的桃花可能会让你们走入到婚姻当中甚至是结婚生子的感觉。恋人牌它代表的是一种很强的感情羁绊，当然不排除是过去的某个人带着承诺重新来找到你们，就是过去未被履行的承诺重新出现，但是是否选择相信那个人取决于你们。
那么这张高塔牌呢，它代表的是一种打破重建的觉醒时刻，可能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重大变化，颠覆某种既定的规则。这张牌的本质其实是释放，摧毁不再适合你们的结构，腾出空间迎接更加真实的生命形态。所以说高塔它代表的是人际关系的重建啊，当然你们的职业发展也会被重构，可能今年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变动，但是你们不要害怕，这种混沌和混乱才会创造出上升的阶梯。而且我们抽到的这张魔术师呢，我觉得它是创造奇迹的一张牌，就今年对你们来说很可能是事业和感情双丰收的。魔术师有非常强的行动力，就是你们做的决定或者说改变在今年很快会有结果和反馈，特别的及时。所以说呢，这张魔术师的话，我觉得你们在今年会完成某种逆转，你们本来是落后的那一个人，但是今年会迎头赶上，甚至是弯道超车。有一种被某种力量所加持，有一股力量在推着你们往前走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对你们最大的激励是，原本和你们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竞争者，可能今年会被你们彻底的拉开差距。这就是魔术师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所以说有这张魔术师的加持，我觉得你们今年的话，可能适当的会去做一些比较冒险的决定啊。当然，它要在一个风险可控的范畴里边。但是这张牌往往能够让你们在今年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可以稍微激进一点。但是对你们来说，今年是命运改变的一年啊，它是运势逆转的一年。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